大家好，中秋节要烤肉，这次很荣幸接到厂商的邀请，来体验 Oven Plus 的多功能烤炉。今天的影片就来看一下这一桌要多久才能烤出来。这个烤炉附了一个专用的桌子，组装很简单，2个轮子装上去，整组就能够轻松的移动。我把这个烤炉放在阳台，烤肉的时候家里就很干净，没有一点油烟味。桌子下的脚架有挂瓦斯桶的挂钩，扣环是设计好的，能紧紧的绑住一个5公斤的瓦斯桶。这烤炉还有附一个高山炉瓦斯罐的转接座跟外出包，如果去露营的话，可以便利的携带。接瓦斯的地方在右侧，附一根很粗的瓦斯专用管线，所有的配件都有附，一支起子就能装好。确认都锁紧之后，另外一端装上瓦斯桶，就可以直接烤起来。今年的中秋烤肉，从前菜、主菜到甜点，就用这台顶级烤炉来完成。这次打算要烤披萨，前一天先来做面团。我是看小高姐的影片照着做的，第一次做，没有想到挺容易的。中筋面粉、盐、橄榄油加酵母水，搅拌一下就开始和面，和个10来分钟，像这样子，锅子变干净的程度就可以了。弄成一个圆球，保鲜膜包好，放在冰箱里发酵1天。一定要包好，不然面团会干掉。接着来准备苹果馅，一顿完整的飨宴，最后一定要有甜点来做结尾。既然有这么好的烤炉，准备一个苹果派也是合情合理的。炉子搞定之后，其他的步骤看太太来表演。苹果去皮，切丁，煮一下，加白糖，加一点酒增加层次感。苹果派少不了肉桂粉，野蜂蜜增加粘稠度，煮30分钟，放冰箱，明天要吃的时候再来包。好，第二天下午开始来备料。今天要做2个披萨，海鲜口味的就放鲑鱼跟虾仁。先把鲑鱼去皮切片，老样子，全部厚切。那今天准备一些鲑鱼丁，晚一点来帮猫儿改善伙食。接着做蒜蓉酱，大蒜去皮，磨成泥，要尽量磨细一点。我用的是放比较久的老蒜，汁液比较少，如果汁液很多，要挤掉一些水分。起油锅，放1瓣蒜下锅炒，炒到有变色香气出来就可以了。炒好之后，跟另外1瓣生蒜一起搅拌，加入酱油跟乌醋，蒜蓉酱就完成了。冷冻虾仁没有味道，解冻之后要先腌一下，加白胡椒、盐跟米酒。第2个披萨要做和牛泡菜口味，和牛薄片买1盒，切1半，用酱油腌一下。这个金线鱼1夜干是昨天做好的，做法可以看之前的影片。用脱水膜来做，很快就会好，而且全程低温环境，安全卫生。金线鱼的肉质很细软，我怕烤的时候它会散开，
用铁签先串起来，头尾撑住，中间悬空，这样子烤起来就会很漂亮。600公克的沙朗牛排1块，两面都撒盐，还有黑胡椒，放室温让它回温，准备好。接着太太来做苹果派，这个酥皮是上次做威灵顿鱼排剩下来的，买现成的那种，冷冻可以放很久。这个派做起来很容易，刺洞主要是让热气能散出来。苹果馅塞得满满，涂点蛋液粘住边缘，然后放在冰箱预备。昨天做的面团拿出来，现在要做披萨，把它分成2坨，这样子可以做2个。用擀面棍用力的推，可以做得大一点，它等一下会缩回去。如果不确定披萨要多大才能放进烤箱里，烤炉附带了一个披萨木盘，可以拿过来比对一下。我用的是超市买的意大利面酱。披萨下面垫一点烘焙纸，这样子底下才不会粘在盘子上。洋葱、鲑鱼、虾仁铺好铺满。加一点酸豆调味。披萨做好之后可以先放冰箱，烤的时候再拿出来，这样子面团还会再发酵一下。面团产生气泡，烤起来会更好吃。和牛铺满披萨，然后放上泡菜。备料的最后阶段，来挖生蚝。这个生蚝刚都刷洗干净了，先用钳子弄一个洞。再把刀伸进去，撬开壳，拉开之前用刀刮一下上盖，打开之后冲一下水，把海水跟壳的碎屑都洗掉。海水要冲掉，不然等一下吃起来会很死咸。6公斤的生蚝当然是无法自己一个人搞，我安排了流水线，一人开口，一人敲壳，一人冲水。酬劳就是等一下增加2副餐具。备料都完成了，搬到阳台上开始烤。烤炉分为上下2个部分，上炉有点像窑烤，这个石板的温度很高，使用烤炉附带的锅子可以做出多种料理。加一点油，转爆香之后加入海瓜子，然后再放入丝瓜跟9层塔，倒一些啤酒，这个锅子的把手按一下就会弹开，这个设计很酷。上盖盖起来，海瓜子会照顾自己。下方的火炉同时来烤生蚝，一般烤生蚝要烤到外壳很热之后，肉才会熟，所以要烤很久。但是这个烤炉火源在上方，直接加热蚝肉，所以速度非常快，一炉进去差不多1分半就好了。蒜蓉酱的油滋滋作响，但却没有什么油烟，因为油往下流，不会滴在火源上，所以就没有什么油烟。这差不多是8分熟，外壳没有到很烫，所以拿起来
也不会一直加热。用炭烤的话，壳是滚烫的，肉会持续的熟，放到后来就变太熟了，干巴巴的不好吃。这次准备了2种酱，香蒜酱之外，还有买现成的5味酱。3分钟后翻动一下海瓜子，还没有全熟，就要再焖煮一下。第2盘生蚝好了，每一个熟度都恰到好处，火力强，烤得很快，摆上去跟涂酱的时间比烤的时间还要久。海瓜子也好了，这个超简单，谁都能够轻松的弄出来。下一批上路，时间很紧凑。第3盘生蚝在烤的同时，金线鱼一夜干也放在上炉烤。生蚝都烤好之后，一夜干就放下来，上炉烤2分钟，下炉烤3分钟，轻松完成。整个节奏非常快，所以要准备2个定时器。接着烤牛排，烤网的温度大约是300度。先烤2分钟，然后拿出来涂上牛油之后，再进去烤。这个烤炉没有油烟，油脂都是往下流，火源在上方。看看这个画面就知道温度有多高。牛排烤到第5分钟的时候，上炉放进海鲜披萨开始烤，烘焙纸也一起放进去，很方便。牛排烤足7分钟之后就拿出来静置，因为牛排跟披萨都是需要很高温烤起来才好吃的东西，所以这2样同一个时段烤，炉子的温度一路烧到300度以上。海鲜披萨上炉烤2分钟之后，就换到下炉。和牛披萨同时放进上炉。2分钟后，海鲜披萨完成，烤得非常漂亮。然后和牛披萨也进下炉烤。这一整波操作才25分钟，全部的东西都一次烤好。和牛披萨完成了。只烤4分钟的披萨会熟吗？我们切开来看一下，全都有熟。高温烤炉用起来就是舒坦。重点是要准备2个定时器，整个节奏实在太快了。牛排静置好，切开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外层有梅纳反应的香气与色泽，中间是漂亮的5分熟。而且外围全熟的灰圈部分很少，火力够高的烤炉才能烤得这么完美。那么接下来就开吃了。
别忘了最后还有甜点，用最小的火力烤12分钟就可以了。现烤苹果派就是这么简单，好的烤炉让你上天堂。热苹果派加上冰淇淋，经典的甜点组合，配上一杯热的伯爵茶做 Happy Ending。祝大家中秋佳节愉快，拜拜。